钢铁雄心4新 DLC 马上就要发售了，幸好呢 P 社早早的就做了官方汉化，咱们不用像之前的版本里要等汉化出来了之后再去体验了。这次 DLC 在国策树的内容上呢，主要更新了冰岛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以及丹麦、北欧5国。除了这些国策树之外呢，还有一些新的机制，咱们进入游戏之后慢慢讲解。那么这一次我们试玩的国家是丹麦。虽然在2战期间这个国家4个小时就投降了，但在新 DLC 里他们却是北欧5国中核心最多的国家。除了瑞典、挪威都能成立的卡尔马联盟，北欧5国都能统合的北欧之外，丹麦与挪威都能获得英格兰地区的核心，而丹麦还能额外获得波罗的海3国的核心。在这次更新的北欧5国里，这是绝无仅有的。那么接下来就说说新 DLC 的其他更新吧。首先是咱们的消费品工厂，如今的消费品基础值是咱们的经济法案，与 buff 给的系数相乘，便可获得可用民工的百分比。比如我们丹麦的系数是117%，所以就是35%乘以117%等于41%的民用工厂。至于为什么下面的系数相加并不等于117，可能是 P 社内置的算法并非单纯的加减法。我在这里再放一些其他国家开局的系数，大家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。按照目前的数值来看，即便开了总动员，以前那种光合作用的情况应该也很难再出现了。而第二个也是该版本最重要的一个更改，那就是军火市场。军火市场的按键就是以前最不常用的外交按键，在加入了别人的市场之后，便可以用民工来购买别人的军火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一个民工运作30天之后，就可以购买150个单位的1级步枪。如果卖装备的话，可以降价或者涨价25%进行贩卖。也就是说，大家在市场上1块钱买的枪，可以1块2毛5卖出去，当2道贩子赚钱。卖装备获得的 IC 会在建设工厂的时候加快建造速度，如果工业实力允许，可以将多余的装备卖出去后，获得的 IC 投入工业建设，加快建造速度。由于这是新版本新加的机制，我在这里呢又很难给大家发散分析，大家可以等有技术力的 UP 主的分析视频。不过啊，根据咱对 P 社的了解啊，这玩意儿既然用的是新机制、新玩法，那绝对是有 bug 的，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手。第3个重要的更新就是军工组织的更新。现在的军工组织不再是150个政治点拿一个科研 buff， 而是通过科研和军工生产获得经验条，在升级后通过技能点加强军工组织，给该工厂生产的装备提供不同的 buff， 而且还可以减少科研时间，只是呢每天要额外消耗 0.1 的政治点。这也算是新版本里相当重要的更新，大家到时候可以开发一下不同国家的军工组织有啥有意思的玩法。而且啊，大家在开局的时候也要记得给工厂上军工组织。开局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是默认没有的，晚开1天就是好几个经验啊。咱们还有4个海军船坞啊，咱们就再花3个海军船坞啊，造3个暗防舰，然后再用这个1个海军船坞造运输船。最后一点就是战场宽度的变化，21与42的战宽已经不适用当前版本了。现在的战场宽度呢都是5的倍数，平原70，城市80，树林60，山地50。所以啊，我觉得现在的主力师最好呢是35或者40的战宽，常规步兵师呢除了5步田线师，最好就是20的战宽。7步2炮恐重新回归历史的舞台。好，那么新版本的内容呢，咱们也就差不多介绍完了，是时候开始正式进入游戏。首先呢，咱们丹麦有3个民族精神，第一个军备废弛啊，投降界限才减20%吗？不应该减99%吗？碰一格就投降的那种。经济危机减每月人口，减每周稳定度。最后一个丹麦的工业能力，加30%的生活消费品系数，减国防产出、海军船坞产出等等。总体来看呢，这3个民族精神对我们的国家影响力并不是很大，毕竟咱们的丹麦国家本来就很小，全国总人口不过375万，可用的人力只剩下2600人。说咱们开局的5个师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可征召的人力。和意大利、瑞士、埃塞一样，咱们的丹麦也有这个2级管机制。左转呢，加强民工建设与科研速度，但大大降低咱们的军事实力；而右转则是极大的加强咱们的军事实力。在付出极高军费的时候，我们的军工建造与工业产出都会获得极大的加强。所以说，丹麦的2级管毫无疑问又蛮多。那大家如果在玩的时候呢，可以考虑一下玩一玩民工这边。因为延续宰相大街设定，可以给咱们的这个丹麦工业能力减10%的生活消费品系数，而且启用了减15%的生活消费品系数的这个顾问。所以说呢，如果大家想要叠一下这个丹麦的生活消费品系数，是肯定要走民工这一边的。但是呢，咱们这一把为了扩张，是肯定要选择军工的。
顺带一提啊，我用控制台设一下丹麦的生活消费品系数的叠加功能，把所有的顾问、稳定度还有丹麦的工业能力这个 buff 全部叠加起来，最高可以叠到120%。但是即便这样，也是无法达到光合作用的。在右边的这3个国策里面，可以送咱们4个军工，以及给我们相应的地区 buff， 给我们当地地区加10%的军工建造速度。而左面呢，就是送咱们民工，并且增加民工建造速度。那么咱们的丹麦一共是有4条线，左边这个是工业线，中间是政治线，右边这个是军事线，海军、空军、陆军都是叠在一起的。最右边的这个呢是北欧理事会，但这条线呢基本上是联机采用的。那么这一次咱们是倒车到底，废除丹麦近100年的君主立宪制，让国王克里斯蒂安10世重新掌权。这样国策会赠送我们大量的宣称，协助我们统一北欧。我们将国策赠送的政治点用来聘请顾问克努特巴赫，不仅会协助我们将2极管往战争方面倾斜，还能减少生活消费品系数，增加中立主义支持度，为我们变身尽早做准备。之后多余的政治点我们全用来进行军备改革，让我们的2极管尽早达到极高军费支出。不过呢，在彻底右转的道路上，咱们还是需要稍微左转一下，用100的政治点消除咱们丹麦工业的部分 debuff。不过呢，这都是后话，在我们有多余政治点的时候点一下就可以了。在团结完右翼分子之后，我们即刻与军官团接洽，让部分成员支持我们，最后再鼓励一波准军事组织。这样，我们颠覆当前政府的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，只需要静等中立主义的支持度达到40%，咱便可彻底颠覆当前政府，拥立国王重新执政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点咱们的工业线。巩固完我国的边防之后呢，咱们先点这个贬值克朗，不然的话咱们国家稳定度每周都在减啊，尽早把这个 debuff 给它消了。而且呢，这个还会减少咱们10%的生活消费品系数。下面的对德贸易、对英贸易随时都可以点，但前期的发展呢又至关重要。这2个70天的国策效果并不是那么的突出，而且成功与否还需要 AI 确认，所以呢，要不要点看大家自己。反正呢，我是不打算点的，毕竟10%的生活消费品系数对这2个国家的限制可以说基本没有。1936年12月，我们连续点了2个国策，获得3个军功。此时咱们的中立主义支持度已经达到了41%，完全满足我们颠覆当前政府的要求。君主立宪制已经无法拯救丹麦，软弱的政府会将整个国家带进深渊。为了让丹麦重新伟大，国王将会挺身而出，保护他的臣民。与冰岛国王克里斯蒂安10世不同，咱们丹麦的国王克里斯蒂安拥有一个象勋大军的特质，为我们增加了2.5的适宜人口，配合上咱们新征召的顾问克里斯马斯·摩勒，总共为我们增加了4%的适宜人口与15%的战争支持度，再加上陛下掌权后的第一次阅兵，我们的战争支持度便成功超过50%，同时达到了高军费支出。可以说啊，咱们的丹麦已经开始蒸蒸日上了。那么在完成了国王夺权之后呢，咱们就要准备下一步的扩张行动。不过呢，如果咱们要扩张，需要现役的陆军兵力达到75000人。目前咱们国家的可用人力是51000，随着国王陛下正式掌权，服役人数达标，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。那么1937年12月1日，咱们点出国策，稳固斯堪的纳维亚。不过接下来如果想要对瑞典宣战，我们需要全球紧张度达到20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要等小胡子德奥合并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们需要点点其他的，比如影响北欧诸国。不过这个都是其次的，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点出这个提供庇护。这个提供庇护就是丹麦能够在1939年统一北欧最关键的一点，它可以要求北欧所有的中立派国家，包括芬兰以及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，让他们4个国家成为丹麦的傀儡，而且同意的倾向还挺高的。第二天我们又出现一个事件，中立问题。第一个选择可以让我们创建阵营，第二个增加稳定度，那咱们肯定是选择创建阵营啊。1938年2月9日，我们完成了提供庇护。那么同时我们与芬兰拉了50点关系，直接向芬兰提供保护。听说苏联要对芬兰动兵了我们丹麦人会保证芬兰的安全。果然他们同意了，这甚至我们没有陈兵在他们边境，他们就直接同意了。不过批社也是够懒的，这都舍不得汉化。当然咱们也可以在同一时间拉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关系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政治点数待会儿是需要点这个战时经济的，所以说就先临时省着点吧。1938年4月20日，我们完成国策，控制瑞典钢铁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点收复挪威，
70天的时间应该足够我们解决掉瑞典了。此前呢，我们已经在波罗的海地区做了10个登陆计划，因为瑞典的这个战略纵深比较长，我们从南到北打会打得极其缓慢，所以说登陆作战是打瑞典最好的办法。说起来啊，咱们丹麦开局仅仅只有7艘船，却有6个海军将领，这算是差生文具多呀。这个制海权稍微卡一下，开战之前咱们就开始登陆，然后对瑞典宣战。仅仅花费了20天的时间，我们便消灭了瑞典，这就是瑞典虎嘛，爱了爱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距离咱们收复挪威的这个国策还有50天的时间，慢慢等吧。收复挪威的国策马上就要好了，不过呢，大家在点这个国策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咱们一定要在这个1点钟的时候暂停住。假如说咱们走一下时间，就这个原因，直接走的话，这个英法会保证这个挪威的独立，就让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宣战了。卡的就是在1点钟的时候 ，AI 不会进行任何的外交行动，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宣战挪威，才不会有任何的意外。那我们回到1点钟，正式对挪威宣战，并且将我们的法案切换成战时经济。之前瑞典投的实在是太快了，我们政治点还没有凑够，他就投降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在打挪威的时候切法案了。那么挪威我们消耗了10几天的时间，也把它给全境拿下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收复了曾经卡尔马联盟的故地。虽然说芬兰还没有收入我们的版图，但是呢，咱们可以先重建卡尔马联盟，成立斯堪的纳维亚王国，将曾经挪威以及瑞典地区纳入我们的核心范围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工业实力应该会稍微提升一下，变成了60个工厂。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等他们种地啊，等他们种地起来了，2战都爆发了。随后我们通过国策控制东线，消耗100的政治点，吞并芬兰，并将我们的共主联邦冰岛吞并，于1939年1月正式建立北欧联盟。同时通过外交手段将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3国收成我们的傀儡，其中立陶宛我建议在德国索取梅梅尔之后再收，除非已经做好准备在1938年与德国开战。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通过国策将他们3个国家武力吞并，以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核心。但是作为苏德之间的缓冲地带，直接吞并必然会让我们消耗更多的队伍去驻防。2战爆发前呢，能够拿下这些核心基本没有难度，但能不能守住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那么时间很快就来到1939年8月份，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近在眼前。经过我们的这番运营，我们究竟能不能改变历史上4个小时就投降的命运，抵御住法西斯的钢铁洪流呢？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说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